夏妈，你有没有见过一个被逼着表演完美的人？上周主日聚会散场后，我无意间看到牧长在无人的角落累到双眼发直，但一见到会众，他瞬间又挂上了标准的属灵微笑，这让我感到一阵窒息。为什么在教会里，领袖最先被剥夺的 ranking， 竟然是一个普通人去软弱的权利？因为在多数堂会系统里，大家无意识地把牧长当成了属灵自动提款机 ATM。我们把自己的焦虑、小组的破损、家庭的撕裂通通塞给他，理所当然地要求他24小时随时吐出标准答案，无尽的耐心与爱。一旦提款机显示余额不足，我们不会去问他是不是生病了，是不是太累了，而是转过身愤怒地审判他，他最近生命有破口，他根本不够爱我们。这听起来简直是一场集体的属灵勒索。不只是勒索，当一个群体联起手来，强迫带领者扮演一个不能生病、没有瑕疵的完美神话时，这在组织系统动力学上本质上是一场集体对牧者的隐性属灵虐待。今天我们来聊聊这枚硬币最沉重的一面，被神格化的牢笼。这真的太颠覆我的常识了。平时我们热情地崇拜一位牧者，为他的讲道流泪，为他的意向奔走，在背后极力维护他的权威，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在付出最纯洁的敬虔和爱呀，这怎么会变成对他的属灵虐待？因为真正的爱，起点是接纳对方的局限，而病态的崇拜，终点是强求对方的完美。从改革中神学的视角来看，宗教改革家约翰·改尔文 （John Calvin） 曾说过一句名言：人心是源源不断制造偶像的工厂。这座工厂最隐秘、最神圣的产品，其实不是木雕石刻，而是台上的牧长。会众将牧者捧上神坛，本质上是为了在上帝与人之间重新制造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属灵中介，好逃避自己直接面对上帝的灵性责任。我们通过崇拜牧长，把个人的审查、成圣的艰难，通通外包给这个完美代言人。这不是金钱，这是偶像升级的变体。而在很多时候，它会演变成一场包装的无比神圣的属灵消费主义。属灵消费主义？对，在消费主义的逻辑里，我们付出了时间、金钱奉献以及最宝贵的顺服。作为消费者，我们在潜意识里就理所当然地要求这件商品，也就是牧长，必须回馈给我们相应的无瑕疵的灵性体验。会众来聚会、听道、接受辅导，本质上是在购买某种高档的灵性保险或心灵治愈服务。我们要求牧长永远充满能量，精准解决我们所有的家庭危机。只要这件商品运作良好，我们就会在台下疯狂鼓掌。可一旦它出现了一丝裂痕，比如他在讲台上说错了一句话，或者疲惫地拒绝了一次深夜的求助，消费者就会立刻感到被欺骗，甚至愤怒地在背后留下刻薄的灵性差评。这太写实了。所以我们常挂在嘴边的牧长最近生命不够属灵，很多时候其实只是因为他没有满足我们对完美提款机的消费期望。没错，而这正是神圣牢笼的底层机制。神坛从来不是王座，而是一个由会众期待编织而成的牢笼。一旦牧长被群体的崇拜架到了这个高度，他就被剥夺了走下来的权利。他非常清楚，在这一完美人设为交易筹码的系统里，承认自己只是一个有私欲、会疲惫，甚至在信仰上面临干渴的普通人，代价是毁灭性的。那意味着他将在一夜之间失去所有人的信任、名誉与尊重，在自己服侍了一辈子的权利里经历社交上的彻底死亡。所以牧长疯狂地维持自己的属灵权威，有时候不是因为他想主宰，而是因为他害怕自己一旦脱下完美人设的重甲，就会被这个似乎温暖的圈子撕得粉碎。这正是这套系统最荒谬的死结。成员通过崇拜将牧长锁在神坛的牢笼里，剥夺了他做普通人的权利。而牧长为了在牢笼里活命，不得不武器化自己的权威，用强行压制来维持完美假象。这不是一个恶人欺压一群好人的简单故事，这是一个集体在无意识中用崇拜共同编织、共同受害的权力绞肉机。
你说这是一个双向受害的绞肉机，这听起来很客观，但当具体的冲突发生时，这台机器到底是怎么运转的？群体又是怎么反过来虐待牧长的？这在临床心理学与组织行为学中是有实证研究支持的。美国心理学学者 Marcus Tanner 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群体对领袖的属灵虐待 （Group Spiritual Abuse of Leaders）。他指出，这本质上是成员有组织地将自身的完美期望和灵性焦虑投射在牧长上，并绝对拒绝容忍牧长展现出任何正常人的软弱、绑点或界限限制。成员通过持续的心理围剿、情感与属灵否定，对牧长进行系统性的孤立与羞辱。这就是宗教环境下的群体欺凌 （mobbing）。没错，当这种病态投射运行到极致，就会触发系统动力学中最残忍的2个防御机制。第一个叫做替罪羊机制 （scapegoating）。在任何一个堂会里都会有系统性的破损，比如会众关系冷漠、事工停滞不前，或者集体陷入灵性的干枯。在健康的系统里，大家会共同承担责任。但在一种被完美幻想支配的巨婴化组织里，成员不愿意承担自我审查的痛苦，因为他们之前把牧长捧成了上帝祝福的唯一管道。那么很自然的，当问题出现时，牧长也必须成为一切失败的源头。所以，如果小组不复兴，是因为牧长没有好好祷告；同工关系破裂，是因为牧长缺乏属灵的爱心。对，成员会把所有系统性的破损通通打包投射到牧长一个人身上。如果你足够属灵，我们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这就是现代版的替罪羊，群体通过审判和牺牲领袖来换取自身灵性的安全感。另一个机制叫独三角关系 （triangulation）。在高焦虑的圈子里，成员之间失去了直接坦诚沟通的能力。同工 A 对同工 B 有意见，不去核对，而是跑去找牧长告状。牧长 B 最近很体贴肉体，您得去管管他。成员甚至会私下建立无数个小群聊传播焦虑，然后派代表把集体的匿名焦虑一次性砸给牧长。牧长被强行拉入这个独三角的中心，承载整个组织不愿意面对和处理的病态焦虑，成了情绪垃圾桶。也就是说，成员把所有责任和情绪垃圾都倒给牧长。一旦牧长被压垮了，或者牧长试图给自己设立界限说不，群体就会把它像垃圾一样扔掉。这正是这台绞肉机的终点。坦纳与卡特在2015年的文献中给这个终点下了一个非常残酷的学术定义，叫做非自愿离职。他们指出，非自愿离职既是成员或管理层对牧长实施心理、情感、社交与属灵虐待的过程，也是其结果。这种虐待让牧长除了离职之外别无选择。当牧长试图表达我也办不到，我也很累时，系统就会产生剧烈的排异反应。成员会觉得他灵性破产了，违背了最初的呼召，然后以极其神圣的名义迅速将他扫地出门。他们用崇拜亲手把牧长架上了高空，最后又用审判亲手将他推下了深渊。这真的太让人寒心了，被捧得越高，摔得越惨。可如果牧长选择留在神坛上，在这种长期的完美道德审查下，他的真实内心究竟在经历什么？他在经历一种慢性的灵性阉割。精神医学与大脑科学专家克特·汤普森在研究人类羞耻感与大脑关系时指出，当一个人在人前被迫扮演完美，被剥夺了展示真实软弱的权利时，他的灵魂就会启动自我保护，但这代价是极其毁灭性的。在这套集体造神的机制下，牧长通常会被迫戴上3道无形的情锁。第一道绞索是什么？第一道叫全景场式的完美审查 （Panoptic Moral Review）。这原本是指一种圆形监狱的设计，看守站在中央塔楼里，可以随时监视4周牢房的犯人。犯人看不见看守，只能假设自己24小时都被监视，进而开始极度的自我审查。在堂会里，这种审查是双重的。纵向是成员对牧长家庭关系、配偶情绪，甚至是走廊上疲惫眼神的聚光灯探照，剥夺了其良心的自由和隐私权。横向是成员之间的同侪监视，大家出于对被边缘化的恐惧，自发的互相监控，斑比敬虔。牧长非常清楚，任何微小的软弱一旦暴露，就会迅速通过横向的耳语网络传遍整个组织。
这直接切断了牧长与任何人建立真诚关系的可能。回到家都无法卸下防备，这简直是精神酷刑。那第二道绞索呢？第二道是关系的极度荒漠化 （desertification of relations）。在金字塔的最顶端，空气是极其稀薄的。当牧长被捧上神坛后，他身边所有的关系都会扭曲。环绕在他身边的只有仰望他的消费者、依赖他的求助者，或者是随时准备抓他破口的审判者。他被孤立在一个看似万众瞩目，实则冰冷死寂的高原上，没有一个可以对等倾诉、容许他展现狼狈，甚至抱着他痛哭的同柴跑友。那么第三道绞索，也就是最致命的那一道是什么？是表演绑架与身体解离 （somatic dissociation）。当牧长的身体已经极度疲惫，大脑的杏仁核在疯狂拉响“我快崩溃”的警报时，这套崇拜系统是不允许他停下来的。为了维持组织的运行，保住自己的信誉，牧长的大脑前额叶会被迫发挥强大的意志力，强行去屏蔽身体传来的痛觉信号。这在神经生物学上会导致严重的解离，他的大脑和他的身体分家了，他感觉不到自己身体的哭泣。他在讲台上依然能用精准的情感控制、流畅的逻辑去宣讲爱与恩典，但他的心早就死在了半路上。当大脑和身体彻底割裂，这种被强行压抑的痛苦和焦虑，最终会去向哪里？这就像一个被焊死了安全阀的蒸汽锅炉，外表看起来漆黑锃亮，无懈可击，但内部的羞耻感正在疯狂积聚。被极度压抑的羞耻感从来不会凭空消失，它只会在最黑暗、最隐秘的角落寻找出口。当真实的软弱在阳光下被彻底剥夺了合法产权，牧长为了不让自己被压碎，他的灵魂就会分裂，最终以极端的双重生活 （double life） 形式崩溃爆发。比如在暗地里沉溺于各种成瘾行为，在关系中实施权力霸凌，甚至道德彻底崩塌。这不是因为他天生就是个伪君子，而是因为这套集体造神的绞肉机逼着他用分裂来维持生存。这真的太可悲了。我们用崇拜亲手塑造了一个属灵的巨人，却在无意识中用这三道绞索活生生地把他逼成了一个面目模糊的怪兽。那么，这条死路到底该怎么打破？我们有没有可能把牧长安全地击回地面上？要打破这种集体造神与属灵虐待的双向死结，第一步就是主动拆掉神坛，把牧长还原为一个有极限、会犯错的普通人。一个健康的共同体，其秩序绝对不应该建立在慕强和完美道德幻想上，而必须建立在共同承认软弱 （shared vulnerability） 之上。但在现实中，这面临着巨大的文化阻力。在很多信徒心中，牧长是上帝特别拣选、承载着神圣召命的仆人。如果我们用对待凡夫俗子的标准，甚至是世俗的契约关系来要求他，这会不会被认为是消解了神圣性，甚至是不尊重？这恰恰是我们需要被针刺醒的房间里的大象。我们习惯用高尚的属灵光环去掩盖有毒的组织压榨。不论口头上包装的有多圣洁，一旦回到法律与行政的客观现实，全球绝大多数堂会在注册上就是一间担保有限公司。在英国是慈善信托 charity， 在美国是受 501c3 规范的非营利组织。这些世俗法人实体受到世俗劳工法规、董事会在教会叫常执会和股东大会也叫会友大会的严格制约。有限公司这个词听起来太过商业，甚至有点冷冰冰的。这难道不是在把神圣的基督身体去神圣化吗？这不是去神圣化，而是进行必要的降温与防腐。马保罗牧师在《堂会确是一间有限公司》中提出过一个极其清醒的区分：堂会不等于教会，堂会只是一间服务教会的有限公司。当我们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将对基督身体的忠诚移情到对堂会有限公司的业绩审查时，悲剧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堂会一旦被当作企业来经营，它的决策层就会无意识地陷入中小企心态，把人数增加、奉献收入、扩堂规模、礼堂面积当作衡量灵性好坏的 KPI。这会带来什么具体的危害？最直接的后果就是
一将功成万骨枯。在很多宏伟的建堂计划、浩大的施工项目背后，是无数童工与精英的超负荷劳动、关系撕裂，甚至情感创伤。当大楼建起来了，业绩做上去了，许多最初热心的童工却因为过程中承受的权力撕扯与道德审查，伤痕累累地黯然离职。而在这种商业化的逻辑下，牧长被进一步稀释庙祝化。他的主要工作不再是陪伴有血有肉的生命，而是打扫神龛、维持香火、开没完没了的会议，向长执会或股东大会交出漂亮的财务与人数报表。越热心的人开越多会，施工项目越繁杂，生命的香蕉就越稀薄。听起来这是一种神圣包装下的现代奴隶制。如果堂会是有限公司，那牧师到底是什么角色？从雇佣关系的本质来看，牧师就是拿薪水维持生计的打工仔。承认牧长是打工仔，不是去作践他的招命，而是给他提供最关键的保护。这意味着会众必须承认他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他有合理的工时边界，有请病假、享受假期和安息年 sabbatical 的权利。如果我们继续用无限呼召进行道德绑架，本质上就是无良雇主的灵性压榨。只有把牧长当作正常的劳动者，给予其降温的尊重，他才能直气腰杆地设立防御界限，拒绝做堂会公司的奴隶。这需要整个群体做出怎样的实践改变？这需要双管齐下。第一，是主动还原牧长的普通人产权，允许他生病，允许他在讲台上讲错话，允许他在决策中犯错，并给予他道歉和被原谅的空间。当他显出疲态时，长执会的职责不是审查他的生命破口，而是强制他去休息或寻求专业心理辅导。第二，是建立健康的外部问责与陪伴网络。牧长不能只在自己带领的堂会内部寻找友谊，因为那里的关系本质上是不对等的。他需要外部的督导，跨宗派的同行者，在那里他可以脱下属灵导师的重甲，展现自己的困惑、干渴，甚至灵性危机，得到无条件的接纳。只有当安全感不再建基于扮演完美，牧长才能安全地降落回地面。也就是说，我们不只要释放那些在系统中受伤的成员，也需要释放被期待绑架、高高架起的牧长。这正是恩典最核心的奥秘。我们总以为守护共同体的方式是维持一个一个完美无缺的属灵神话，但历史和受伤者的眼泪无数次证明，造神神话的终点往往是偶像的幻灭与更大的系统性崩溃。上帝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在钢丝上表演完美，他自己就是带着钉痕来到我们中间的。他只要求我们在他白白的恩典中承认彼此的有限，在受伤时彼此搀扶。当牧长走下神坛，信徒放下消费的期待，我们才真正开始像普通人一样去爱，也像普通人一样被爱。谢谢沙妈今天的分享。当我们看清了被神格化的牢笼，走下权力与崇拜的钢丝，下一次我们想触碰一个更为隐秘但也更为刺痛的角落——宗教圈子里的性骚扰与权力侵犯。我们必须看明一个真相，在权力结构不对等的环境中，性骚扰从来不单单是性的问题，它本质上就是一种借由属灵权威进行压制、羞辱和消音的属灵虐待 （spiritual abuse）。为此，我们将开启一个特别的专题系列。我们回到新约圣经的世界，借助圣经学者 Karen Reader 的研究，透过撒玛利亚妇人的历史真相，去拆解那些纵容伤害的权势体系。下一集，我们将开启专题系列的第一步：神圣光环下的 Me Too， 当解经变成性骚扰的遮羞布。我们下期再见。